Hello， 大家好，我是伟权，欢迎回来我频道。那今天这个视频啊，就想教大家如何通过八字来找到适合你的工作。那这将会是一系列的视频啦，大家记得要留守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是八字的初学者的话，也不用担心，我会用最简单、最容易让你们上手的方式啊，学懂我们讲可以快速的利用八字里面的讯息啦。好，那我们在进入这期视频的内容前啊，你们需要做的是先导出自己的八字命盘。现在呢，网上啊都已经有很多免费的资源还有软件啊，是让你们可以导出自己的命盘。那我的方式呢，是用公历，也就是所谓的阳历来排出你们的命盘就可以了，无需做任何的转换。那时间方面呢，有些人会问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那我的做法呢，也是不做任何的调整。你只要看到出生证明啊上面写的那个时间，或者呢你的父母、你的家人告诉你的那个时间，我们就用那个时间就可以了，无需去做任何的调整。那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做法啦。那如果你要跟随我的方式的话，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好，当你们导出你们的命盘过后啊，你们呢就可以看到大致这样子的一个格式。我们的命盘呢，通常啊是从右排到左。所以你看到右边呢是年、月、日、时这四个部分。我们这一系列的视频啊，将会用到的是月份的这个部分。那当你们看到这个月柱的时候啊，通常呢我们分天干还有地支。上面呢我们就叫天干，下面呢是地支。我们的这个例子里面啊，它的一个月柱我们会念为壬午，我们就是这样子的念法，壬午。那我们看到这个月柱啊的旁边，它有一些小小的符号，通常我们的软体呢会标示在旁边，好像这个壬午的话，它的旁边显示的是七煞。那午呢，下方我们要看的是主要的那个气。那这个午啊，它主气呢是一个丁火，丁火的旁边或者它的下方呢也会有一个小小的标示。那这个标示呢是显示劫财，对吧？那每一个人的八字啊都会有不一样的标示。那你们呢是看自己的命盘啊，不是用我的这个例子，你们去了解一下自己的这两个部分。我们要的是这个所谓的食神。我们通过了解这个食神啊，我们就可以知道你最适合的一个工作是什么了。好，那大家得到你们八字的这个月柱的部分了吗？那如果有了这个资讯的话，我再跟大家简单讲解一下。我们的月柱啊，在八字分析里面，它通常代表的是我们的事业、我们工作，我们在这个世界、在这个社会里面呢，创造的一个价值是什么？我们要理解我们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的一个方式啊，我们都是通过分析月柱就可以了。那当然，如果你有学过更全面的一个八字分析的话，当然我们会考虑其他的因素在里面。但是呢，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基础的教学课程啊，所以呢，我们只是专注在月柱的部分。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简单的介绍。接下来呢，我就按照不同的食神啊，给大家一些分析，他们适合的工作是什么。那这个伤官啊，他就好像一个演说家，一个表演家。它跟食神啊也是蛮相似的，他们都是追求某一种创作、某一种创造，但是呢，食神是偏向于内向一点，它呢是一种比较内在世界，去想象、去创造一个艺术品。但是呢，伤官啊，它要给人家看到
他所有的创作呢，都要是非常的张扬、非常的明显、非常的显而易见的、非常的不一样，甚至呢，你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创新的感觉。所以啊，如果你月柱呢是有伤官的话，那你要多留意啊自己的表达能力，或者呢一种演绎的能力是否有达到，去让你自己的一些想法啊、自己的一些点子啊，很容易的、很顺畅的可以表达出来啦。因为通常伤官的人啊，他们的点子呢都会非常的活跃，他们会时常要不断的挑战自己，挑战既有的一个做法，既有的所谓的体制。那所以呢，你呢个人方面有时候啊也会给人家感觉啊比较容易过度的挑衅或者过度的刚烈这样子啦。别人呢有时候会感觉啊比较难跟你合作。但是不用紧，对吧？我们这个社会呢，这个世界啊，本来呢就是有很多不一样的人。那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一个性格，都有一个特质。那伤官的人呢，就是那种站在前面去表演、去演说、去传达一个很创新、很另类的点子的一个人啦。所以呢，回到职场方面的话，你最适合的一个岗位啊，其实会比较偏向于公关，就是你需要对外做一个沟通交流。另外呢，销售部门也会非常的适合你啦，因为呢，你总是要跑出去跟客户见面，要交流，甚至呢，你要做任何的提案，你要呈现你们公司的一个产品服务。都是非常适合伤官格的人啦。另外也有一个行业呢，也是非常适合伤官的，就是我们的律师啦。如果你是上法庭打官司的那种类型的律师的话，会非常的符合我们所谓的伤官啦。因为呢，你很常啊要去挑战对方的一些说辞或者所提供的一些说法。所以呢，律师啊，就是非常符合伤官的一个特质。另外呢，好像一些服装行业，你要做模特儿，你要设计服装，因为你会看到啊，有一些服装呢，都是非常的另类，非常的突出，对吧？它针对好像食神的一种创作方式啊，是要完美化一个产品的话，伤官呢会不断的去更新。它会不断的要创新，然后立刻呢要给人家看到，所以呢我会觉得啊，服装行业也是非常的符合伤官的一个特质。总而言之啊，你的个人的一个魅力，你的个人的一个演说，一种表演的能力，将决定你是否在呈现一个非常健康的伤官格啦。记得要培养如何去更好的沟通，如何更好的表达自己。因为呢，如果你有很多伤官，但是你不懂得做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啊会内伤。好像你的大脑、你的内心本身呢有很多想法、很多想讲的话，但是呢，因为你的口条或你的口才不太好。或者呢，因为你没有训练过，所以你会时常呢觉得你会得罪人。因为伤官的人啊，本身就会比较冲撞、比较鲁莽一点。他们在说话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训练的话，他时常会觉得我在得罪人，或者我要跟别人吵架。所以呢，他就反而开始变得我就不说好了，我自己在私底下跟我的另外一半说啊，或者跟我的孩子说啊。所以呢，有些时候啊，你在你的职场、你的专业、在你的事业方面啊，没有去很好的去利用这个能力的话，这个能量啊会聚集在那边，然后呢，它肯定啊会表现在你生活的某一方面啦。那很多时候呢，我就会觉得啊，如果把它放在家庭的话，会比较麻烦或者比较混乱一点。因为有时候家庭呢，我们就是要好好说话，好好相处的，对吧？那伤官呢，有时候就会比较直接，比较冲撞一点点。那这里呢，我就举一个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人物，就是著名的演说家或者激励导师，就是 Tony Robbins。
那如果大家有看过他的演讲或者他的现场的活动的话，你会发现呢，他非常懂得怎样掌握现场的气氛，怎样让大家呢在听他的演说的时候啊就被启发了，就被激起了。所以呢，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演说家了。那大家记得啊，我们这里提的这些例子啊，只是一个例子。因为呢，我们的八字啊，其实更多啊是一种性质，一种工作的性质。那这个工作的性质啊，是可以运用在任何的工作上面的，不是说你只能局限于我刚才提的那些例子。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八字啊是非常的灵活的。我们这里谈的所有的都是一个性质，它不是呢局限在某一个行业或者某一种的工作里面罢了。所以呢，这个工作呢就交给大家去好好的思考，你要去看你的生活，你现在的工作，你的公司里面有什么内容，有什么工作性质啊，是可以匹配你去做这件事情的，让你呢跳进去，长期的生根在这个领域里面呢。好，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分享，还有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一个视频见，拜拜。